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庞大视频的开端。我曾经想过无数种开头方式啊，但是真的动起笔来脑袋空空，还是最朴素的问候一下吧。视频会有些长，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能沉下心来看这类内容。为了让大家看完，我只能说看完之后你一定会觉得自己多玩了200块钱。接下来我会通过品烟云这个系列视频，慢慢的跟大家一起咀嚼烟云16声游戏中的各种故事。当然，我估计很多朋友已经看过了各种剧透，但请相信我，就算你知道了一个事情的真相，实际在游戏内体验的时候，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这个系列的视频真正的目的不是直接告诉大家真相如何，而是在纷繁杂乱的碎片内容中，一边拼凑一边品味故事背后的精神，甚至我们还能了解一些真实的历史事件。这就有点像我们都知道真实历史在公元938年，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交给契丹，一直到公元1368年才被朱元璋收回。那些已经注定的历史尘封在角落，当后人揭开之时，品的是其中滋味。其实基于5代十国历史背景改编的文艺作品真的不多，因为战火纷飞，朝代更换极快，快到一个皇帝甚至屁股还没在龙椅上坐热就到下一个朝代了。从影视剧的角度来看，这不利于人物的塑造，而在游戏中的表达就不一样了。如果对于真实的历史有一些基础的了解，再去看烟云的故事，其实体验会提升好几个层级。5代十国夹在唐朝和宋朝之间，从907年到979年，游戏开场的时间选在了建隆3年，建隆是宋朝的年号，也就是公元962年。大家可能会有点疑惑啊，5代十国不是979年才结束吗？为什么962年就是宋朝了？因为5代十国是历史上5个朝代和10个小国持续时间的总称。那个时候中国版图上中原地区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共计5个朝代，还有10个小国主要盘踞在南方，所以5代十国中最后一个朝代后周在960年就结束了。那一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兵不血刃地将周公帝赶下皇位，建立宋朝。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5代十国的后半段与宋朝初期在时间上是重叠的。大家在开场之后会跟随主线来到一个叫做将军祠的地方，估计也有玩家不走寻常路，先走到北蒙遗址，又或者遇到我兄弟击拔军。其实游戏内现在的北蒙遗址和将军祠描绘的是同一件事，所以咱们这次主要围绕这2个地点展开。主角在将军祠内发现一尊无头的将军雕像，此时喃喃自语起来：江叔从前总来这祭拜，还老让我磕头。当时我还不了解游戏的故事，既然让我祭拜，那我就拜一下吧。但是拜完之后无事发生，我当时内心还不屑了一下，网易做个开放世界游戏怎么都没内容的。转头出门，在门口发现一个小朋友跟我说他的蹴鞠掉下去了，然后我也掉地下去了。估计将军祠地下是绝大多数玩家来到的第一个地下空间，我也是从这里开始才感觉游戏可能跟我原本想的有点不太一样了。在地下发现龙虎寨的人盘踞于此，远远听到他们从北蒙遗址一直挖到这里，想要寻找燕北蒙的宝藏。我们还能得知当时烈焰曾为王清建立过一个地下祠堂，也就是主角现在身处的地方。很坦率的跟大家说，我第一次玩的时候看这些文案完全不知所云，烈焰是谁？王清又是谁？其实在烟云去年第3次测试之后，我才对5代十国历史开始感兴趣，甚至买了一套5代十国全史回来看。现在我知道王清是真实历史中存在的人，于公元946年中渡桥之战中牺牲，而烈焰则是游戏中虚构的人物。在将军祠的地下，主角会遇到燕北蒙死在地上的将士，再往前走，来到将军祠真正的地下祠堂，在解决龙虎寨的人之后，发现一块碑文：晋王公卿立燕北蒙户清河，则之庶几，以侠心为主，凡民有素，取之敬于前，其之为民，谨行行止。简单帮大家翻译一下，晋朝的王清将军建立了燕北蒙，保护清河地区多年，他以侠义之心为行事准则，注重正义，当有百姓诉苦的时候，都是直接面对并且处理问题。后又领军北上，为晋藩平，民谣立生祠，感念王公之际。后来王清领军北上，想要收复燕云16州，死后人们为了纪念他，建立了将军祠。丙午，鲁人寇边，毁祠中王公及其下诸侠士，切齿愤盈，乃一向转碑于此。这里的鲁人其实指的是北方契丹人，就有点像我们今天叫小日子差不多。后来契丹人入侵中原地区，把将军祠破坏了，所以我们在地上看到的雕像是无头的。其后有来人，若存峡谷，当面王公而拜3次，享哉。意思是如果有来到此处还心怀侠义精神的人，可以对着王清的像祭拜3次。
余生烈焰败立啊，这句话比较好理解，证明这座地下祠堂确实是烈焰建造的。能看得出来，这位烈焰非常钦佩王钦将军，但是到这里，玩家还并不清楚他们之间发生了哪些事情。这有点像我们今天去参观某个古代遗址，能感受到历史的痕迹，但还不够充盈。如果这个时候有个本地人诉说之前的故事，那么大家对于这段历史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其实烟云玩起来会有一种感觉，就是经常看到一些剧情桥段或者文本的时候不知所云，但是再玩一玩就感觉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坦率讲，我个人觉得烟云的战斗体验并不好，但就是非常想继续玩下去。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玩各种 RPG 游戏，可能很多人对于仙剑情怀很深，对我来说小时候最震撼或者说不能取代的是轩辕剑苍之涛。我今天回想起来，这款游戏除了剧情的跌宕起伏外，取自于中国历史的背景进行神话方向的改编，可能也是吸引我的原因。在烟云中，我们可以通过一步步探索一些故地来拼凑出一幅光景。先前在将军祠地下遇到龙虎寨的人，他们说从北蒙遗址挖到了这里，想必这个遗址跟王钦有莫大的关系。赶往北蒙遗址，发现门口有一位探头探脑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列不尽。他问主角是不是也来找燕北蒙的宝藏，从他嘴里得知，燕北蒙在10几年前虽然战败了，但是宝藏却被人藏起来了。进入北蒙遗址后，发现此地已经完全被龙虎寨占据。龙虎寨的张豹正在逼问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叫做列不灭，而通过张豹逼问的话语，得知他是列家的后代。回想起刚才门口的列不尽，当时我在猜测这俩人是不是列岩的孩子。玩家从龙虎寨手里救下列不灭，他显得有些筋疲力尽，但嘴里反复嘟囔着山河寸土，誓死不义。他觉得自己没有给他爹和崔叔丢脸，他爹能推测出来是烈焰，但是这个崔叔是谁目前还不清楚。在燕北蒙触发机关后，出现了一条前往地下的通路，在地下主角又遇到了燕北蒙士兵的尸体，并且依然伫立，似是还摆着动作。调查尸体之后发现线索，山河寸土，誓死不义，向北而立，以权为心，这是燕北蒙独特的燕云式。根据之前烈焰给王钦立的碑，燕北蒙一直以来对抗契丹入侵，这句话其实比较容易理解，哪怕死也要守住山河。向北而立是目标，以权为心是信念，而将士尸体摆出的动作就是燕云式。再往前深入，我们会看到这么一幕，大量的将士尸体堆积成一座小山，最上面的人身中数箭，但依然手握长枪不肯倒下。走近之后会得到一件旧物，单陈吊腿，根据描述得知正是烈焰生前之物，基本可以断定伫立在上面的尸体就是烈焰。烈焰是清河的浪荡儿，却很喜欢听游侠的故事。他以为大口喝酒，大口吃肉，骂天不公，恨官无能，这很游侠。直到他遇到了王钦，当契丹人纵马打草谷时，是王钦救了他。明明自己满身伤痕，却卸下铠甲赠予了他。从那个时候起，烈焰发现原来这世上还有一种侠，纵死峡谷乡，不残世上英。所以从遇到王钦起，他就决定也要做那样的侠。这句纵死峡谷乡，不残世上英是李白《侠客行》中的诗句。即使侠客在追求正义和仗义直言的过程中不幸牺牲，他们的英灵和事迹依然像香气一样存留，永远值得人们怀念和尊敬。即使面对世上所有的英雄豪杰，他们也不会感到惭愧。其实大家后面跟随主线来到不见仙后，九氪说了很多话，也包括王钦将军的相关内容。王钦在16年前倒在中渡桥，游戏当前时间是建隆3年，也就是公元962年，往前16年，确实是真实历史记载中的中渡桥之战，也是王钦战死的时间。中渡桥之战发生于五代十国时期的开运3年，公元946年11月至12月，是后晋与契丹之间的一场重要战役。11月，杜仲威领北面行营军到瀛州城下，因害怕城内有伏兵不敢前进，后遭契丹军攻击而一路南逃，最终在张延泽的引领下，沿滹沱河向衡州进发。11月27日，杜仲威抵达中渡桥，而桥早已被契丹军占领。张延泽遂率骑兵进攻，契丹军不敌，烧桥后退至滹沱河北岸，晋军与契丹军在滹沱河南北岸相互对峙。12月初，晋军在南岸坚守近10日无进展，粮草转运困难，余粮告急。王钦向主帅杜仲威建议，亲率步兵2000人充当前锋，夺取中渡桥，杀开一条血路，让杜仲威率各路人马在后跟进，一起挺进衡州城。杜仲威虽采纳建议，却未积极跟进。王钦与北面行营步军左相都指挥使宋延军一起领军抢渡滹沱河，宋延军作战失利，退回滹沱河南岸，独留王钦在北岸与契丹鏖战。王钦一战就夺桥成功，并在北岸列阵迎敌。
然而杜仲威大军并没有跟上来，王清多次请求杜仲威援助，但杜仲威置之不理。王清最终被契丹守桥的步兵大将赵延寿击杀，其部众因寡不敌众，全部牺牲。12月8日，契丹军把后晋北面行营包围，断绝跟外界的音信和交通，大量粮食就要吃完。杜仲威、李守贞以及宋延军一致同意向契丹军投降。杜仲威暗中派心腹前去契丹主耶律德光的营帐约定赏赐，耶律德光承诺支持杜仲威当皇帝，杜仲威大喜，遂决定投降。当月初10日，杜仲威在帅帐设下埋伏，召集全体将领，拿出早已写好的降表传阅众将，并命大家签名。随后派阁门高史高勋前往耶律德光的御帐呈递降书。杜仲威下令全军出营列阵，官兵们欢呼跳跃，认为将要发动攻击。杜仲威亲自向大家解释说，粮草已经吃完，走投无路，只有和大家另找出路，命全军卸甲投降。此役的结果导致了契丹对中原地区的进一步控制和影响，也使五代十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为后续契丹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和其他势力的崛起与纷争埋下了伏笔。在了解真实历史之后，我只想说，杜仲威你我觉得燕云的剧本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我们既可以在游戏内了解真实历史，也能通过真实的历史反推游戏剧情。在清河遇到一个叫王福虎的人，从他嘴里能够得知，其实清河处于黄河道中，而游戏里清河位于开封的东北方向，基本能推测清河如果对应现在的地理位置，应该是在山东地区，再往北就是燕云16州。所以在北蒙遗址附近能看到一个叫古月的人弹奏古琴，他说16年前契丹南侵中原，燕北蒙在此拒敌，16年前就是中渡桥之战，战役结束之后，契丹开始大肆入侵中原地区，烈焰继承王清的遗志，在此死守驻地。游戏内对于北蒙遗址的描述是这样写的：自入清河最东处，可见残垣遗址，连环数里，盖此处为前朝燕北蒙故地。昔年契丹侵中国，燕北蒙退守清河，据此奸臣曾力抗契丹铁骑数月，汉中士城破人亡，与契丹两败俱伤，后游战清河，终逼契丹贼子退离中原。燕北蒙将士曾发燕云誓，山河寸土，誓死不义。今是荒城野地，何其慨然。虽然烈焰没有能守住驻地但是众人壮烈的牺牲还是把契丹人驱离了中原地区。在北蒙遗址地下，我们能找到一份议事誓书：契丹入寇，犯我神州，土为列欧，民为鱼肉，任胡纵乱，我岂无人？四方豪杰闻义而动，据120人共守此关。今119人共下誓书：山河寸土，誓死不义，苟于此盟，神人共祭。旗下是密密麻麻的姓名和手印。在契丹入侵清河地区战乱不断的情况下，燕北蒙众将士在此地共同宣誓，那是抛弃生死的信念。不过这里有一个小细节，燕北蒙一共120人，但誓书上人名只有119人，这个我们稍后再聊。在烈焰的绝笔信中，他是这样说的：旧有曾戏言烈某好夫郎，实则夫人先为金国妻，说明他的妻子之前身负战场已经牺牲了。这世道夫妻偕老者少，悲别者多。烈某出入江湖数十载，临危之事不可胜数，无似今日之困。我一生无怨无悔，无弃替，至今未变，唯愧对无期。他日尸骨有重见天日之时，当魂归故里，为夫人窗前清风，儿女垂属落叶，再续天伦。鼓声在耳，寸笔不可紧握。天欲破晓，愿留赤血为营。其实从将军祠地下出来的时候，主角就已经提到烈焰相关的事情。想不到烈大侠最后是战死在这里。烈大侠一生为国为民，唯独却辜负了妻子儿女，实在令人惋惜。回到北蒙遗址，发现烈不尽和烈不灭在地下入口处，上前询问，发现他们确实是兄弟，也确实是烈焰的孩子。而燕北蒙的宝藏就是烈不尽散布的谎言，他想引诱江湖人士相互斗争，趁机救出弟弟。要我说，燕北蒙有宝藏，而且不是用金钱能够衡量的宝藏。这段宝藏就是尘封在此的历史，是王清救济百姓的真心，是战死中渡桥的壮烈，也是烈焰死守驻地的信念，更是当时有识之士收复失地的渴望。烈不尽和烈不灭两兄弟在此驻地为父亲崔叔还有诸位义士们祭奠，但不知诸多义士先烈名讳，
唯有向着清风祭奠，唯愿清风摇动百草野的铃声，让后生永远记得这里发生过什么。后来主角将在地下找到了议事誓书，交给兄弟二人，他们发现没有崔叔崔小进的名字，也就是120人中少了一个人的原因。崔小进当年被当作逃兵，兄弟二人肯定是不相信。看到誓书之后，兄弟二人也只是遗憾叹息，如果名册上有崔叔，就能为他洗清多年来逃兵的污名。崔小进与烈焰一起入了燕北盟，但至今下落不明。他与兄弟二人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烈不面请求主角帮忙，如果未来遇到崔小进，把这个结义金兰谱转交给他，这是崔小进与烈焰结拜的证明。一旦礼成，便是血脉相连，情同手足，生死也不可以抹去。崔小进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突然消失？这些疑问可能会在后续的游戏内容中发现。大家还记得我们从将军祠地下上来之后的文案吗？烈大侠一生为国为民，唯独却辜负了妻子儿女。这说明烈爷除了儿子，其实还有女儿。在河边能遇到一个女孩子坐在那里想念自己的爹爹，凑近一看，这个女孩叫做烈不息。从烈不息口中得知，烈炎除了燕北盟的身份，同时还是河东八郡的一员。而在北盟遗址旁边奏乐的古乐说，烈炎是八郡中的老六。关于河东八郡的故事，我们日后再讲。烈不息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的2个哥哥说要来找爹。烈不息本想一起去，但是哥哥却说女儿家不便出门。他们此前都居住在丰河村，所以我们在丰河村的一个角落会发现一个皮影摊，一名叫做崔武的皮影手艺人在此演绎16年前的一场战役——中渡桥之战。考虑到视频时长，这里就不放完整版了。相信大家在了解这段故事之后，再回到游戏内观看，应当会有更深的体会。游戏基于真实的中渡桥之战进行扩充和改编，虚构出烈炎和他的3个孩子，既追溯了王清将军的真实历史，又通过烈炎和孩子表达了传承。我相信烈炎给他的孩子们取名一定包含了期许，不尽不灭不息，这团对抗契丹保护中原的炽烈烈火能够一直燃烧下去。烽火燃天岁月长，王宫浴血覆沙场，忠魂一缕随风去，留得英名万古章。烈焰失志锦相傍，生死犹存浩气长。热血轻抛愁壮志，悲歌一曲运铿锵。三子成怀情满腔，豪情烈烈续华章。山河铭记英雄事，剑指云霄亦未央。山河寸土，誓死不易。感谢你看到这里，以上是品烟云第1期的内容。烟云用自己的方式讲述历史，讲述何谓侠。我用14天的时间来整理清河地区的资料，整理到现在预估是清河整体内容量的50%，而今天讲述的故事是这50%内容中的大概不到1成。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持续给大家带来烟云的故事，品味游戏，感受历史。觉得不错，请一定要3连加关注，这样我才更有动力爆肝更新。如果你的朋友也少玩了200块钱的，可以转发给他。非常感谢大家支持，我们下期再见，拜拜。